在好莱坞的晨光中，一座中世纪现代建筑曾是某位格莱美天后的灵感庇护所。跟着我们的镜头逐帧解析混凝土与玻璃的黄金比例、光影切割的几何韵律。今天 Christina Aguilera 的私人别墅大门将为你打开。来到正门这边，开始为大家介绍房屋的室内。这个房子其实这个不是屋门，屋门在这儿，其实这是它的院门。就反正嘛，Hollywood Hills其实很多房子都这样，进来的玄关前面其实没有什么门帘的，但它挺有特点啊，它是一个钢化的门，然后这边像是那个船上的那个悬窗那种感觉，望出一个小口伸出去的，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进来这边呢，你看直接就已经到挡棚下面了，屋檐下面不会有任何的雨。然后进来以后是它的木质的这个门，而且都是乌克拉丁木条这样拼接在一起。这边有一个它应该是曾经一任屋主的首字母。这个房子住过很多传奇的屋主，我们尽量在那个视频下面给大家列出来啊。其中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歌手，我想大家应该都认识，对不对？至少听过他的歌，肯定听过。我不觉得会有人没听过啊。到这边可以看到它内外的木板，跟大家提一点，其实还挺少见的。外面这个乌克拉丁哪儿都有。但里面的这个木板，包括你看镜头往这边走过来，这里面的这边全部都是 zebra wood， 就是在非洲那边的一种木头，反正这边用的还非常非常的少。那命名的原因呢，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因为它这个特有的木纹吧。对，它那个竖条的木纹比较明显。对，这是实木啊，不是说那种木板复合的，不是。然后一进来这有一个简单做的区域呢，那边有一个，这是菩萨头吧，应该来讲。对，佛头放在这边。真的还挺不一样，就进来就有点禅意了，因为它是一个中世纪 mid-century modern 的房子。我们再转过来一步，到这边上面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天窗的采光，就把你整个玄关，你看那边的窗户和这边下来的自然光就照得非常亮。然后这边还藏了一个什么呢？藏了一个半位，这个半位尺寸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可能很多人会吐槽，这个房子进来怎么这么多楼梯什么的？你看 Hollywood Hills 没办法的，你一定都要有取舍的。那我们两步进来呢，实际上从这边一进来上来就已经看到了整个的大厅景观，还是很特别一栋房子，是不是？我们再往前走过来一点，首先这个墙，这个真的是皮啊，动物的皮啊，我们感觉像是牛皮，有点像，对，不是那不确定，肯定不是什么貂啊这种名贵皮草啊，应该是不是的。然后这里面呢，我们一直在想它里面到底是水还是油，对不对？因为它一点的青苔都没有。通常来讲，这等于是一个景观嘛，底下有气泡打一打，伸在这边。反正作为这个墙的设计来讲，还挺独特的，因为本身绿色的毛皮很少见。对，而且是这种不是普通的绿色。对，而且镜头从你如果站到这边，我们撞了一点，可以看到整个厅的景观真的是非常不错了，都在你的眼前，包括远处的 view， 对不对 ？Central City 往那边还能看 downtown， 甚至看到晴的时候海岸线其实看得到。对，所以为什么很多有名的人，真的周围很多太有名的人都住在 Hollywood Hills 这个地儿，就是传统意义亚洲人不太喜欢那个街道，但是这边真的是大家都喜欢的地方，因为你这边能看到特别全的景观。从这边整个的屋顶的上面，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实木板的铺设，全部铺满，整个屋顶没有裸露的。那简单先跟大家介绍一遍啊，这边是它正餐区的区域，那边是它一个吧台，从那边也能出去到后院。一会儿我们详细回来为大家介绍。先过来啊，跟我们来看这个中间的区域，因为这是这个房屋的最大的卖点，应该算。跟大家先把房屋的数据给到大家，房屋差5000块钱800万，房7卫。然后室内的面积6500平方英尺，占地0.31平方英亩。但是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钢板包裹起来的一个巨大的 fireplace， 这个真的是蛮震撼的。就如果亲眼来看的话，尤其是它那个不是钢筋了，就是钢板跟那个木头相对来说，它的这种冲击感啊、对比感，你看上面的音响啊、射灯全部都有，就给你一种，反正它是典型的这个 mid-century modern design 的房子。就这个房子其实在怎么说呢，就是洛杉矶非常的流行受欢迎，很多艺术家音乐人都喜欢。那我们在这边也为大家揭秘这种房子之前的屋主是谁呢？ Christina， 就是唱那个Say something I'll be 大概那个歌，然后还有名的什么那个唱 Pretty 那个
我知道他是美国好声音，美国好声音的导师，然后木兰的主题曲，电影木兰的主题曲和插曲也是他唱的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很有名啊。因为版权的原因，我们在这边不能放人家音乐啊，但你查一下这歌，一定都知道是谁了，很有名的导师。这个中间做的区域，我觉得开 party 讨论一些事情，哎，这个地儿是能坐得住的，我很愿意坐在这个地儿的。它下线的一个壁炉，把整个的客厅全部都包裹了，等于就是整个客厅是围绕着它这个巨大的下线式的壁炉而做的。然后后面所有的靠的地方，你看到全部都是用的granite 石料做了一个台面，整个包裹了起来。包括这边还有做一些放水杯的地方，哎，我觉得特别符合音乐人的调性，是不是？对，有点这种感觉。而更不用说，就是壁炉两边的景观都是大大的落地窗。透过自己的泳池看到远处的城市的景观，晚上的城市灯火亮起来，那更不得了。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包括这边有用大量的镜子，让更多的漫反射，很多可以坐的角落区域，整体上感觉这个房子进来以后眼前一亮，很舒服。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大家自己来看一看，体验体验这个房子，还是蛮不一般的。我们镜光头再往这边走过来，到了它的主卧室，进来给大家看一下主卧室。主卧室这边开门，我们很少带大家进来先看主卧室啊，因为它正好在这边嘛。那同样延续了所有的木质结构的这个天花板，它好像是不是天花板全部都是木板？全部是木板，没有裸露的，好像就只有左手边的衣帽间，因为有大量水汽啊，包括卫生间这边不是，其他地方全是木板。而主卧室一进来，你看这个石头的台面，哎，这个石头很漂亮的，你没发现吗？它都是可以消磨好了，做一些台面，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很漂亮，大块的石块的装饰。这边放了一个异形伸出来的 fireplace， 给你的主卧室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和氛围，是不是？这个房子壁炉还挺多的，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五个，对不对？真是可以。那更不用说啊，主卧室都是从屋顶到地板的大的 picture window 落地窗，直接可以让你没有任何障碍的欣赏景观。那现在大家也不用怀疑了啊，来，窗帘是有的，对不对？但没人看得到啊。它这个位置我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正好没有邻居能看得到你，是不是？它整个主卧室的地方可以看到床的位置呢，那也是非常的舒适啊。很大的床你放在房屋，你用再大一点的床都没有问题，因为它主卧室尺寸已经非常好了，然后更多可以做的放松的角落区域，每一个位置都是 picture window， 可以看出，哎，真的是像画一样的这个镜框起来远处的景观一样，这种感觉。出去直接就是泳池最深的那一块，扑通就能扎进去。左手边是它的主卧室的卫生间，我们进去看一下。主卧室卫生间呢还挺不一样的，不能说多豪华，但是我觉得就那个年代 Mid Central 的房子，因为这是1960年代盖的房子。但是中间经过检测翻新了，但它很多台面的选择，你看石料，比如说包括梳妆台这个台面都是用了玛瑙。对，就那个年代会在这上面会愿意更花心思用一些稍微相对奢华一些的材料，对不对？包括它的台面是背面能点亮的，对，有光的，哎，就给人感觉更加的轻盈一些的感觉，没有那么的笨重。我觉得主卧室就以现在的年代来看，都还是蛮不错的，收纳空间全部都做好。一边一个天窗可以有阳光洒进来。我们再往这边走过来，这个我还第一次见着在卫生间里养鱼的，是他第一次吧？没有哎，没有看到卫生间里养鱼，这真是养鱼。你看上面的设备都能看得到嘛，就是以后谁买了这个房子，大家看要怎么做吧，对不对？可以改造一下这个地方，挺有意思。你养鱼也不差，对不对？是可以的。那我们再过来一点，又是其中一个壁炉。它这个壁炉做的稍微考量一点，就是它没有做的比较低，它是放在差不多比较居中的位置，让热气能平均的散在这个屋里面。那更不用说卫生间的地面、墙面都是用天然的石块做的这个铺设，整体来讲比较到位。然后考虑到隐私啊，这边玻璃做了半个磨砂，但我站起来这个位置是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的景观的。那在这边泡一个澡，一个 freestyle 浴缸没有任何问题。那在这边是它的淋浴空间。淋浴空间可以看到，从上到下全部都是用石块做了包裹，而且也是有这个湿蒸的功能的。就是这个房子其实买来它有一些艺术的这个结构上的地方是在的。那如果少量的钱投入，给它稍微的翻新一下的话，应该是一栋相当不错的房子，包括它的景观。
对，我比较喜欢它的各种天窗，包括自然光这种光线设计。你是花一些钱需要翻新一下了，但出来的效果一定会非常惊艳的。那么继续回到客厅，继续给大家介绍。从主卧室出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正好它中间的这个承重墙啊，就是说居座的区域和房屋的后半段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割，它就是靠中间这一边嘛。可以看到那个房屋的梁也是，就是从中间这段的梁呢往外是往上伸的，从这一段的这个木梁呢是往外往下伸的，而且都是延伸出房屋的主体的。它这个设计其实挺漂亮，就很多 mid-century 的房子有这些设计，我觉得是挺独特、很漂亮，而且在现代建筑里面不多了，也有人会继续沿用这个元素，但给人会感觉一种房屋的延伸性、延展性和让房屋感觉更好的融合在周围的社区这个土地上的感觉。那么从这边呢，更不用说了，这是我觉得很舒服。就这个房子，你发现没有，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坐得住。对，每个区域都有一个独特的、非常让你能够享受的地方。咱们看了很多房子，你知道吗？就有的地方很漂亮，但你联合到现实生活中你是坐不住的。但这个房，你看那个客厅也好，或这个，哎，上面全部都是天窗采光，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这个地儿太舒服了。我可能我想看景观的时候，我去那边，但我真的想自己静一静，让自己这个浮躁的心灵沉淀下来的时候，我会选择坐在这个区域，听着外面潺潺的水声，这个水墙点睛之笔啊，它把不好的很多东西都屏蔽了，对，挡住了。对，然后它添加了更多好的因素进来和元素进来，而且这个房子你知道，这个小拉门拉开了以后，它很多小的细节的地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看这个是这样，哎，你要不做这个拉门，这个柱子会很恶心。对，就裸露出来了。对，但你做了以后，你就觉得就还好，能接受，是不是？而且它这个柱子是因为和这个承重嘛，这个梁直接摸在一起的嘛，对不对？那从这边正好可以看到，整个的水墙从上面3阶直接下来做一个循环，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哎，可以想象他为了这个景观单独要多花多少钱？只是为了这个景观啊，不在意钱。对啊，不在意钱，都800万的房子住在这儿，就是会首先考虑到 budget 这个事儿嘛，对不对？很舒适的区域，很舒适，很放松，而且旁边过来，所有的客卧全部集中在这边了。对，别的地方啊，那边还有一个，一会儿大家看，我过来啊，客卧，第一个尺寸不错，有自己的一个 fireplace， 自己的卫生间、衣帽间，尺寸它每个客卧的尺寸都挺好。然后后来的屋主呢也收集了一些自己的照片啊，反正挂在这边了，这个我们就不多提了。沿路的走道你可以看到，又是自然光天窗采过来，然后这边是一个卫生间可以洗澡的区域，装修呢也是中规中矩。那身后这边呢是另外一个卧室，可以看山谷的景观，这个卧室挺僻静的。对，而且它是相当于独自在这个房子的一个角落。没错，而且这个卧室它在外面的阳台是整个这个阳台啊围绕着这个房屋一圈的。对，是通的。对，一直是通的，能走到这边一直到那头的。那我们这一侧介绍完以后，回去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厨房。通过这个 family room， 我们回来看它 family room 另外一侧，其实到这边严格来讲就已经算进入厨房的区域了。刚才跟大家提了，就它的主客厅其实正对着的背面这个门过来就是厨房了，它从这边是通的，正好也是居中的，对，完全对称的看着这个壁炉。哎，它这个房子里好多的角度都是那种画框的这种，对，画框对称，特别的对称，真的非常的漂亮。包括这个两边左右的柱和门框之间的这个距离都是对称的。然后正对着厨房以后，第一组厨房设施呢，首先就是少见的啊 ，Viking 的这个 commercial grade 的这个大的冰箱啊，冻箱都在里面，下面是冻箱是抽屉，那边也是冻箱，里面还有什么？有一盒雪茄，有一盒高希霸，来抽一根高希霸玛丽，是不是？我们过来，再往这边走一点过来。厨房的位置呢，其实厨房就是典型的 mid-century model 的这种 design， 比如说这种不锈钢的台面，对不对？很金造，用了10年20年都没问题。包括上面的板都是用的木板，这个设计是真的是为了持久耐磨、长期使用了，但是也非常的有品位，给大家感觉。右手边是它另外一个卧室，可以当卧室使用，但是
它改了，就是里面有你从头你有进去，它里面有淋浴，但是除了淋浴，它其实主要就是服务它这个健身房的。是，然后车库门在这一侧，等于在这个小的区域。它现在是一个 SPA 房间，哎，等于是 SPA 啊，或者是健身啊 recreation 这种地方。那么再往这边走过来，厨房的设施，烤箱上下各一个，橱柜收纳的空间，身后也有一个 pantry 储物的空间，往后面还有门去侧面的车库的位置，它全部都考虑到了。那我们再往这边过来，厨房到这一侧。可以看到沿用了，包括墙面，这个就很像餐厅了，对不对？大量的不锈钢，都是不锈钢。那这边呢也是属于在岛台上面做了一个 burner， 全套都是 weighing 的，比较少见。然后上面是抽风，直接能够真的是吸风能把风抽走啊。然后整套的橱柜的系统全部都有，洗碗机、抽屉、收纳、洗手台，下面也做了灯，包括它这些柜子全部都是向上翻开的，全部都已经做了设计。我觉得其实做的挺不错的，都很实很 solid 的感觉，整体的用料选材是不错。其实我以前一直讨厌在厨房用不锈钢，我觉得很 low， 但我现在发现不是材料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然后房价的问题。对，你放在2000万的区域，你就不会觉得 low 了。我们继续往这边看，回到主要的客厅，结构大家串起来了吧？从这门直接过来就到这主要客厅了。很多人其实会不喜欢这种设计，你知道吗？上下台阶多的房子之类的。但你看这个房子其实不是那种给，比如说我有一个孩子在这边念书上学，并不是这样的房子。这样那样还这个房子对于他们来讲就有点太过了，有点过于复杂了。对，这个房子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 bachelor 两口子年轻人享受这个整个洛杉矶 Hollywood 这种 lifestyle 的这种人群比较适用于，不是说未来我就是为孩子上学。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适合你，但不代表不行啊，我觉得是可以的。这我觉得小孩子会喜欢这种东西的，对，蹦上蹦下。哎，我要是小的时候，我是喜欢这种上上下下的结构的。然后这边餐厅不用说了啊，挑高斜着的顶部，对不对？这边是它的去地下室的楼梯，整个地下室全部都是电影院，一会儿下来给大家看，还是挺不错的。餐桌放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也没问题，对不对？离厨房勉强也能算一墙之隔。对不对？可以的，你可以这么算，可以这么算，对不对？这是景观也是 OK 的嘛，可以看到城市的夜景，从这边伸出去的屋檐都有，而且这边是它的主要的吧台。我特别喜欢，就密森市很多的房子，这个屋顶的不工整的这种人字形的结构会特别多，它会给你更多不同的地方区域不一样的空间感和体验感。那到这个区域呢，全部就是不锈钢的台面做的一个吧台，4个吧椅往这边一把。那边有自然光可以照进来，这边又有景观。你说作为一个 bartender， 我坐在这边调一个酒服务来讲，看着景观，或者坐在这边喝一杯酒看着景观，那真的是没话说，我觉得挺不错的。下面收纳的空间、冰柜全部都有，包括小的这个 sink， 以及侧面能看到一些后院的设施了。我们一起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后院。从这一侧的拉门出来就到后院了。实际上一出来，首先吸引你眼球的就是 Central City 这个景观。这几个楼其实咱都很熟了，对不对？对，去过好多次了，哪个地方是哪个楼，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了。洛杉矶当趟在那边，Sunset Plaza 就在这下面，对吧？咱们之前拍过那个金色的长颈鹿的房子，对，就在这下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高需求的一个社区了，咱们现在住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区域。那边一会儿再说，先跟我们镜头过来。真的感觉好近啊，说话都得小点声，感觉是不是？因为这下面是有人家的，对不对？我们过来往这边走，再上几个台阶，你看它这边也做了一个小伸出来的棚，然后这边是一个热泡池，异形热泡池。我一直在想，它是这个结构里面这个层是怎么个设计法？那是让人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反正就各种能摆的姿势都可以，是不是？然后里面还有一个 fire pit， 所以你完全晚上就算冷你也不用担心，本身就是下面加热嘛，这边上面还有火炉子，这个地儿挺舒服的，我觉得。咱要今天完事早在这享受享受，好不好？啊，不是不可以，不是不可以，对不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这是它户外的一个做的区域吧，一个小的 deck 的区域。那这边你想做什么都行。未来如果你也想加一个 barbecue 的烤肉台，也是可以加在这附近的，没问题。
往那边其实就是出去正门的地方了嘛。哎，我才发现它这边架子挺高的，哎，是对不对？这镜头再转过来一点，你都可以看到远处的景观了。你从这边走，你从过来，你看一看到，就感觉所有的这些 Central City 的楼就在眼前一样。是，而且它把这个位置特地架高了，所以你就更容易看到这个风景。哎，没错，真的是这一点，还是蛮关键的。所以说，还是站得高望得远啊。难得洛杉矶现在最近这个天气好了很多，对不对？天上能看到一些云啊、蓝色啊，这个火也就算彻底结束。这什么鸟飞过去是那种战斗机一样过去了，因为这边离 Bird Street 很近，Bird Street 就在那边旁边了已经。是，所以这周边的房子都是挺有名的房子。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未来我们未来2周会带来一套在 Bird Street非常非常著名、有话题的房子给大家来欣赏。对，屋主很著名。但具体我们肯定也不会说，但我们会把房子介绍得非常详细。我们往这边走，更多做的区域，我特别喜欢就是它这种伸出来的屋檐承重梁的这种结构，对不对？一颗一颗的这么伸在外面，整个延伸出来，而且超过泳池的距离哦，它是都超过泳池了，不是只伸上一点啊。你看它伸出来多少，到这儿来，多夸张啊！但就感觉很漂亮，不一样。在这个建筑面前，这种人的渺小感和建筑的宏伟一下就拉出来这种感觉了。它把这个线条结构全部都体现出来了，真的是不一样。而且这个景观，它实际上如果大家仔细站在我的这个感觉的话，它是一个180度，几乎180度景观，不过分吧？对，它饱览了洛杉矶 Central City 一直到海岸线那边的景观啊。然后有一个泳池，这个泳池因为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它底是深色和蓝色的这个马赛克的结构导致的，还是视觉的导致，还是最近我看泳池看的少了。形状蛮有意思，先不说，就是到这一侧真的好深啊！对我都不敢靠近。这个会有，这个地儿我站在这儿，我有一点恐高症啊，我站在这儿会有恐高症的感觉，是有点深渊凝视着你的感觉。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是不是？但是真的，你说整个这个泳池，你想，它几乎没有那么大的平地的情况下，它能在这个后院给你做出这么大一个泳池，也挺不错的。长度也有，深度也有。那这边就是从主卧室的那个拉门出来了，所以它整个泳池是把后院、把整个房屋1层是一个完整的包裹。那到这边是这一侧的露台，这侧露台也基本上是架空起来的。侧面这边就是从刚才最尽头的那个卧室，一直能走一圈过来，它全部都围好了。那周围庞然大物，未来有名的房子真的不计其数。如果大家对这边了解的话，这边其实很多人展示过，这边很多不得了的建筑和设计都在这个附近。所以这个社区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饱受大家的追捧和喜爱，建筑师也特别爱这个区域的。那更不用说站在这个角度可以看的景观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整个的1层为大家介绍完了，我们去看一下它房屋的地下室。来到地下室，其实正对着已经能看到了，就整个地下室全部都是电影院。这边首先是服务地下室的卫生间的地方，全部都用石料的包裹，这种 mid-century 的这种洗手台，真的那个年代能有那么小的洗手盆，就很符合这个风格的设计。对，因为现在有新房子应该没这么盖的了，没有，很少，真的很少。但是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一类的风格的房子。那我觉得电影院很有特点，它可以叫电影院了吧？对，是电影院。我最喜欢是这个座，是它这个地儿是个歪的、斜的，你躺在这儿靠在这边放松，看着这个地儿看着，虽然有点歪啊，这个坐的位置，但我就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角落去坐着。它空间利用特别好，刚好把这个突出部。如果你是这个房子主人，你会不会选择坐在这个位置？我很喜欢，我觉得又宽又高，而且这地儿 design 就是给你一个人坐的，对对对。当然还有你的爱人，好吧？走，我们再往这边过来。根据它的高低的地势呢，你看它都做了阶梯式的设计，慢慢那边是高，这边低，下面有更多的观众席，你可以做更多的招待朋友也好，一起来看电影。我觉得家里面看电影其实还挺不错的，最近很多电影都大火嘛。对，你要能自己在家里面看个哪吒2，那什么感觉？而且这个电影院尺寸还挺大的，不算小，荧幕也挺大，可以吧？
它是你来个小的舞台剧都可以了，对不对？还是蛮不错的，伸出来一点的那种弧形，给你感觉像是剧院那种感觉。对，很有剧院的感觉。然后两边又有一些类似像幕布一样的装饰。对，然后墙上一些氛围灯 spotlight 直接打下来，对不对？聚光灯给你感觉还是挺不错。我觉得这个小电影院其实蛮舒服的，当然空间给到你了，楼下这么大地儿，你做什么都可以啊，对不对？做成 man cave 游戏房，放点那个游戏机，对不对？或者干嘛？但我就是特别喜欢有这样的一个电影院。不，开4桌麻将在这儿，哇，绝对没问题啊！来，往这边走，还有什么？藏酒酒窖，双保险双门，太阳晒不着，隔音隔冷隔湿全部都考虑好，2个门开的方向还是不一样的，是保证你的藏酒，这儿藏个100-200瓶是没问题的，没问题。这里小的品酒的区域，对不对？然后你再过来一点，咱们这么看好了，从往这边走，你可以往这边站，你可以看到身后这边是一个高出来的高吧台的位置，它2个座的后面就是水吧，就是楼下的酒吧的位置，在这个地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够用了，完全够用。尺寸来讲是绝对够用的，服务下面的这个人群都是可以的，所以看到它整体的区域来讲，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一个小爆米花机，小的爆米花机，反正这个区域给到你了，想怎么用呢？那观众朋友们自行决定，对不对？ I've got a secret nobody knows. I don't wanna keep it, so lean in close. Late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stars come out. 今天这种房子已经完完整整的和大家分享完了。最后感谢我们 listing agent Daniel 可以和我们有机会一起分享这种非常独特的好莱坞别墅。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一定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